美伊斬首戰現在全面開打，川普遭到死亡點名，連回家的路線都被伊朗給全面曝光了嗎？而且現在呢，全球美國公民也拉起了警報，甚至開始有撤離潮哦。等一下就這些議題一起做一個深入的剖析。美伊雙方現在的戰場已經到暗殺戰場了嗎？今天我們來看到這些細節哦。因為呢，我們看到美軍是連續轟炸伊朗已經9個晚上了，但是現在前五角大廈的官員爆料說，這一件事情才是美軍的下一波的重要目標，就是看準了伊朗的國家領袖的階層，這當中包含了革命衛隊高層、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等人。那麼他還說，接下來會攻擊伊朗的重要軍民兩用的基礎設施，都會在下一波的攻擊目標當中。好，現在有一個大問題，就是說，好，這個美國說要打伊朗的這一些最高領袖，但是呢，找得到這些人嗎？因為連伊朗的外長都說，其實呢，從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到現在上任為止，他竟然都還沒有看過他，那麼也從來沒有看過他在公開場合露面過。所有關於這些要傳遞的訊息，都是透過一個中間人來去傳遞的。那我們也看到以色列的防長先前曾經說過，他要斬首穆吉塔巴的父親，也就是哈米尼的原因，是因为他主導了摧毀以色列的計劃，所以接下來他們也會要來鎖定穆吉塔巴。但是真的有那麼容易找到嗎？我們等一下也會來持續的做一個解析。那麼美國這一次也發動了說他要斬首伊朗，同樣的他也說他要做打擊。那麼發布的最新一支影片的標題叫做在哪裡殺掉川普呢？好，這當中也標明了說他們要找到川普的路線，包括他往返海湖山莊啊，還有他出入大樓的路線，甚至分析說在哪一些地點攻擊川普可能會是最可行的。那麼這邊也做了一個統計，4年之內他3度的恐嚇要攻擊川普，其中包括了2022年的時候，伊朗當時發布了一個動畫，描繪機器人潛入海湖山莊鎖定川普。今年1月份的時候，伊朗播出了川普在賓州當時不是遭到槍擊的一個畫面嗎？那還流血哦，在耳朵上的部分。那他說這一次不會再失手的文字搭配當時的這個槍擊案。那近期我們看到呢，伊朗的最高領袖顧問他也在電視台威脅說，川普在海湖山莊海湖莊園做日光浴的時候，小型無人機甚至可以擊中他的肚臍哦。再來我們看到川普怎麼說，他說你如果真的敢暗殺我的話，我們會進行前所未有大規模的一場轟炸行動。楊老師怎麼看？伊朗真的做得到嗎？現在雙方啊，美國跟伊朗在玩這種相互暗殺的威脅。那我覺得第一點啊，沒有別的招了。就是戰場上的這種消耗戰呢，大概無法立即的短期的取得任何一個就是決定性的勝利，所以呢，暗殺就變成一個可以試的一招。那第二個，我覺得是用恐懼來去讓對方的決策退縮，或者是呢多一層壓力。那尤其是對伊朗這方面，你說到底誰暗殺誰比較容易？如果我們看2月28號那一天的話，沒有錯，以色列、美國的情報，不管是摩薩德和 CIA 對於伊朗的滲透，簡直像是個篩子一樣，那造成了49名伊朗高層的，就是這個暗殺。那可是川普也不安全啊！你以為美國還少孤狼型的這種，就是說攻擊嗎？這不一定是支持伊朗，他可能就是討厭川普啊。所以這其實是為什麼伊朗這個川普去開北約高峰會的時候，後來還要換個飛機，因為新的飛機根本沒有任何的安全的這種裝備措施，所以他們也在擔心的。那我覺得第三點就是什麼呢？那第三點就是說，他其實要嚴防內鬼，尤其是在伊朗這方面。為什麼穆吉塔巴現在大家都看不到？有人說啊，他可能真的受傷了；有人說他可能真的是這種顏面受損啊，還是什麼這個等等之類，各種都說出來。但是我覺得他根本就是沒有辦法去信任任何，即使是伊朗政府裡面的人。那不如他自己等於是在這個戰爭還沒有真正取得他們覺得可有效的這種勝利之前，先把自己給就是保護好。那這種內鬼呢，我覺得其實現在在伊朗，你不要看，我覺得還是潛伏的應該蠻多的。所以我覺得雙方的這種相互的這種暗殺沒有招了，然後施加恐怖。然後呢，這個恐怖真的是要嚴防內鬼，它可能真的會出現。
好，那尚志哥怎麼看呢？好，我們首先看美國殺不殺得了那個穆吉塔巴？我覺得很難。一方面他沒有露面哈，要知道其實當時在殺他爸爸的時候，他也在場啊，他是沒被殺死而已。那除了穆吉塔巴現在行蹤神秘之外，大家不要忘了，從今年3月到5月底6月初的時候，伊朗對於內部的整個所有的間諜清除了6500多人啊。其中也包括美國本身 CIA 系統，而且在轟炸美軍基地的當中，有轟炸掉很多 CIA 在波灣地區的這些包括總部跟控制的這個區域哦。所以這裡頭其實伊朗有他的這個思路，而且他要殺川普，還不如先殺納坦雅胡嘞。如果你納坦雅胡都殺不了，特別是在7月17號，我們都知道以色列剛剛國會就是他的議會。剛剛解散，要準備迎接接下來的選舉，所以納坦雅胡現在是個看守內閣。為什麼最近以色列沒有太多動作？原因就在此啊。所以那要到底能不能殺川普？川普已經在美國被謀殺好多次，你以為他的維安系統是吃素的？他的維安當然很強啊，還包括所有的，包括空域或等等的之類的，所以不是小貓咪啦。但是伊朗可能會攻擊什麼？伊朗其實在這一次前幾天已經宣布，他們要攻擊所有川普在波灣地區所有的財產。包括其實前2天已經攻擊了阿聯酋的川普大樓，已經炸了；阿曼的這個川普度假村也炸了，而且他整理出了清單哦，因為要知道，比如說杜拜那裡有同樣的最貴的川普的大樓，而且他還有高爾夫球場跟別墅區，就在這個迪拜的美軍基地的旁邊，所以他已經公布這些清單。我雖然殺不了你川普，可是我至少把你所有川普的資產炸得死去活來，而且川普還有在地產、文旅，包括物流，在各方面的這個投資。所以我認為，就剛剛宋天姚老師講的，殺對方可能還是一個威脅之意，但是殺你的資產，可能這還是真的會做的。好啊，現在呢，我們看到美伊雙方都說要暗殺雙方的最高領袖，但是呢，這個事情看起来難度比較高。可是我們看到有關於影響到跟美國有關的相關的人員、設施跟企業，現在看起來恐怕是下一步這個伊朗要做的事情哦。因為美國國務院已經最新在18日發布了全球安全警示了，特別警告伊朗接下來攻擊目標是世界各地美國有關的人員、設施、企業，要求海外公民必須要提高警覺。同時呢，約旦方面已經提高了安全的警戒哦。在部分的機場開始進行了疏散跟管制，那麼美國大使館也要求公民避免接近軍事基地，航空跟安全的空域也會來同步做升級，會不會下一步有撤離行動？這個還要再持續的做觀察。那麼包括了伊朗也最新放話，這一位是外交部長，他說只要能夠成功俘虜200名美軍，就可以迫使華府停止軍事行動。有沒有可能真的這麼做？呂艦長怎麼看？當然，我們講到說，任何的可能都會發生。為什麼？因為無論是偷襲或者是暗殺，其實都是弱者唯一的武器。那大家可能很驚訝，美國你說他是弱者嗎？的確，當他面對伊朗，從2月28號打到現在，還打不出一個成果的時候，但是我們看到這一個川普，他即將面對他的一個期中選舉的困境。那現在這個油價又不斷的持續的處於高檔。那處於高檔的部分呢，其實選舉就是一人一票。有錢人你再有錢也是一票，可是呢，窮人他唯一的武器也就是一票。那他的日子都活不下去了。我們看到，如果是低收入的人，他們大部分的这個金錢開支其實都是投注於吃與喝這個層次。那但是呢，我們會看到這一個，當他們無法妥善的擁有他的一個支配所得的話，那其實他也會變得激進。那這個也就是說，現在那個川普他想要透過這種方式呢來激化，那但是有用嗎？這是個問題啊。我們看看美國自己的問題吧。在他選舉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無論是競選，就是他在那邊 fight， 直接打到耳朵的那一次，然後還有在海湖莊園，其實他也曾經被埋伏的那個槍手那個即將攻擊，但是呢，那一次因為他的一個隨扈那個警覺性很高，早就發現了，那是第2次。但他上任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今年4月哦，白宮這個記者的晚宴上面，竟然范斯副總統以及川普總統都被那個直接的疏散。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槍手直接要衝進會場嘛。對，代表什麼？代表其實想要擊殺這一個川普的人其實是比較多的。那這一個部分呢，會讓他的一個密情局其實防不勝防，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那至於說呢，這一個我們看到為什麼現在穆吉塔巴他行蹤成謎，因為大家都看到了有關於賓拉登啊，賓拉登當年他連他躲在山洞裡 ，CIA 都把他挖出來，為什麼？因為 CIA 透過那個山洞的背景的土壤來分析它到底是在哪一區，那這個就是 CIA 那個的特點。所以穆吉塔巴聰明的地方也就在這裡，我完全不露臉，然後呢，你根本不知道我。